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哈，其实来姜老师配合一下我吧。其实架形的话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搭，就是怎么搭啊？这个手这样子啊，另外一个手放到哪里？女生的手放到哪里？这些东西都太简单了。其实呢，这些没什么可讲的。那我就讲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架形搭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握持，这个叫做就是这个手的位置，这个叫做握持啊。我们的握持的力量应该怎么去做？这个呢很关键。那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个男士的左手和女士的右手。那其实有些老师可能会说，哎，手稍微的向外一点；有些老师呢可能说，这个男生的手稍微的往里一点，对不对？这个角度上的一些区别。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无关紧要，您自己选择自己喜爱的就可以了。那重点的一个东西就是第一个。女生的手，这个女生的这条手啊，就是她的右手一定要去起着传导的作用，这个很关键。什么意思？那之前姜老师有去说过，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现在我们两个人搭好我们自己的位置上，我们现在我们的中段不贴住，那如果我想让我的女生头去做打开，我要告诉她，对不对？我怎么样才能告诉她？因为我现在只有这个手有接触，很简单的一种方式，我把我的手推。他就知道要干嘛，我的手去推它，他就知道要打开。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手起的传导的作用。但是我们很多女士的这个手呢，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让掉，或者有些同学的这个肩胛骨是什么？向里的，这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架形，这个肩膀的位置、手肘的位置、手腕的位置，这三个关节位置一定要干嘛呢？给它给锁住了，尤其是肩关节要去锁住。然后呢，我们的手肘和手腕这两个位置一定要去起着这种传导的一个作用。当男生去给女生的时候，女生要去干嘛？反馈这个力量，这是第一个，我们男士朋友们一定要去注意的。所以呢，女士朋友们也要去注意这个手的一个位置。姜老师，你要补充吗？很多女士啊，刚刚也有同学说什么肩胛骨怎么出来，都是因为你们从侧面看，你们的传递的力量，男生给你手传递，哎，往后面泄出去了，往前面泄出去了。对。啊，他很多女士，我觉得往前会比较多一点。往后的也有。会这样的大家行。这里的比较多，肩膀在前，男生一给力量，从侧面看你们就能看到，男士一给力量，你看。是往后卸掉的，它没有传递到我的头，所以力量不到我的头，是说明我的手某个关节力量从某个关节泄出去了，没有传递到这里。那你必须，看上去是你的感觉要是一条直线，虽然你的手有弯曲啊，手不能真的撑直，但是你要感觉手指尖到头顶尖一定是一个传递通的一条直线啊，右手在右前，头在左后。这个传递的这条直线中间不能有这个某一个点让力量泄出去，它得持续传递到我的头。所以从侧面看，大家会看到，它先传递到手腕，我们近一点吧。它给我是到手腕。对。如果你看，有一种是手肘卸掉力量，有一种是肩膀卸掉力量。我想看到你们手肘和肩膀都不卸，让它传递到头顶尖所以它给我传递到头顶尖。而且你们会发现女生平移的力量一半来源于自己，还有一半去左边的力量是来源于男士的手那你们从后背看我，你们会看到我不仅有头部的改变，我不是这样。我是通过我的整个手和我的肘在传递，看到没有？我都在跟随，我都在去做传递，最后到头顶尖，所以它是手、肘、肩、身体、头不是只有手或者。只有头这个是假动作，你要真正的让它的力量传递到你的身体，再到头，是一根通的这个电线要接通，
不要在中间就漏掉了啊，这个很重要。对 ，OK， 好的。所以呢，我再去补充一个点哈，就是我们男士啊，其实我自己也会发现，就是我们在去教课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很多男士在去搭架型的时候啊，就是左右两个手，尤其是这个左手哈，会伸的比较远。那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说大家把手去伸的那么远，因为可能大家自己一个人搭的时候，这个架型感觉是挺大的，但是2个人是不可能的，您的舞伴不可能手臂有那么长，对不对？所以我们男士一定要去小心，就是我们的左手的手肘的位置，尽可能的不要去大于90度。90度或者是小于90度，我觉得是刚好比较适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位置。OK， 那当我们女生去传递了这个力量之后，那可能接下来大家就想第2个问题，我有一个开始是从哪里？我的左手去开始，那结束应该到哪里呢？应该是到男生的右手。因为很多女士也有告诉我说，哎，老师，我发现我跟我的舞伴跳，我总感觉男士的手啊特别松，有些男士的手特别松。有些时候，男士的这个右手扶在女生的后背特别紧，其实太松太紧都不太对。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界定说什么叫做松，什么叫做紧呢？来，姜老师，简单一点来去说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啊，刚才我们所讲的，男士的左手去传递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会通过女生的右手去传递到她的头部，最终她的头的位置要放到我的哪里？我的右手掌的一个位置。所以呢，男士一定要去注意，左手是开始，右手是接住它。这个叫做结束，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一定要去注意，我们的手哈，等一下哈，有开始要有结束。对，有开始要有结束，不能说两个手男生2个手都是这种打开的，不对的，也不能说都是给它箍得紧紧的，一定是什么呢？我们的左手去给它，我的右手去干嘛？去接住它这个重量，而不能说我们左手给右手无限放，那女生都不知道去哪里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呢特别重要，就是我们男士一定要去找到一种感觉，男士的左边给力量，通过女生的右手开始传递到她的头，最终放到男士的右手的这个掌心的一个位置上。那这是我想给大家去说的一个力量的一个传递。好，那我说的右手是结束，其实我们如果严格意义上来去说，它不是结束，它只是给一个控制的一个范围。我们其实没有结束，要干嘛？继续的做延伸，什么意思？那比如说大家看一下，我们去做一个击剑步，这个击剑步可能会比较清晰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第1步到位之后。好，接下来我在给女生打开的时候，我的左边去给女生，我的右边会接住她。那接下来我接住她之后，女生要干嘛？她要继续的去传递这个力量，最终去把这个力量去干嘛？延伸出去。但是我们的右手，很多男士会问我，老师，击剑步右手到底放多少才合适？我觉得不能放太多，但是这个多，你要取决于女生让她的柔韧性。如果女士的平移，她的身体可以平移多少，你的手就要跟着她移动去多少。那如果她的身体平移不了，但是你的手无限去，那中间就空掉了呀。啊，所以你们2个人就经常要练习这种，你的右手带她平移，左手接住，她只能到这里。那你告诉你的位置就在这里。你左手平移到这里，好。那如果我的柔韧比较，就是柔韧没那么好，哎，没跟着苏老师学过柔韧课的同学啊，柔韧没那么好，那可能就到这里。那男生也是一样，你要接住啊，那你就小一点啊。那你给完之后你就小一点，就到这里就可以了。那有些同学跟着我们练过柔韧课，那你肯定一推去远，那苏老师的手就不能那么快就接住，而是一推去远。再接住啊，就是跟女生这个平移的柔韧还是要有关系的啊。右手会老是掉，对吧？就是手肘的位置老是掉，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右手的这个手掌的位置太高了。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小手臂它是一根骨头，对不对？那如果是说把这个点给它放得太低，那这个点它就会高一点。那如果是说把这个点放得太高，那这个地方它就会往下掉，对不对？那大家普遍呢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来，姜老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去搭架型的时候，我们男士的手如果是按照书本上来去讲的话，我们男士的手呢都是
手腕的位置刚好是放在女生的腋下，然后呢卡住的这个地方，从而合在她这个位置上，就是大概是放到她的肩胛骨的上方一点点，这是我们这个书本上去讲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舞伴之间的身高差，那个高矮胖瘦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如果是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是说女生很高，男生稍微的低一点的话，男生的手还放那么高，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手肘就会比较低。所以呢，告诉大家简单的一个道理，把我们的手的位置往下放一点，那我们的手肘的位置就可以干嘛？更容易的去抬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要去注意就是这个一个支点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就是很简单，手放低一点，然后呢，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了。或者是说啊，有些同学说老师，我俩的身高不是说我俩的身高是女生是比我矮一点，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因为之前有去讲过一东西，我们不管身高差有多少，我们最合适的位置是我们两个人的胯位应该放到相同的一个水平面上，这是最好的一个高度。所以呢，如果是说女生比较在下面，男生在上面的话，那这样子搭其实也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把我们两个人的胯位调整在同一个高度，通过我们的膝关节、髋关节来去调整。调整好之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右手的这个位置稍微的尽可能的不要太高，稍微的低一点。这样子，我们的手肘就可以更加容易的去抬起来了，好吧？所以这是我给男士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您可以在下面的时候呢去试一下 ，OK？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姜老师？但凡有女士，你的手很喜欢伸直的，你看一下我的手，你看一下我的手啊，你们只需要找到一个点，叫做胳膊肘不要朝下，胳膊肘朝外，看到没有？胳膊肘朝外啊，比如说我搭上架型之后，这个是伸直，这个是伸直。很多女生右上方撑住伸直，这样的话会让你的力量非常好传递，这个是肯定的啊。直的肯定比弯的好传递，但是直的不好看啊，不好看，不圆滑。所以女生的胳膊肘，很多女生的胳膊肘向下，我建议胳膊肘是向后上，这样不仅把自己的肌肉抬起来了，把自己的身体拉开了，还能让你这个椭圆变得更好看。直的手不要向下，大家行，不要向下，向后上，向后上翻开，向后上抬起来，有一点点像 tango 的感觉。tango 感觉那个胳膊肘往上抬的那个力量，会让女士的身体拉得更开，撑得更好。所以我不建议，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在很早之前学舞的年代，我们都会讲胳膊肘一定要朝下，这是我们很多英国老师讲，那胳膊肘一定要朝下面，这样是最自然的状态啊。但是会发现朝下面的时候，身体是很容易往下卸的感觉他以前是追求自然多一点。所以这个姿态身体是舒服的。但是如果你的胳膊肘能向后向上，你会发现你整个后背开始用力了，你的身体开始有支撑的感觉了。所以这个力量能到你的胳膊肘，能到你的手掌心，而不是只是为了追求自然向下漂亮的垂直，还有一个要扩张你的身体的感觉。所以我建议所有女士，你的力量容易伸直的，我们尽量去找胳膊肘向后向上抬，胳膊肘向后向上抬。不仅解决了你的手的问题，还能解决你整个身体支撑扩张的问题。你会发现你的手向后向上的同时，你所有的力量都是向上撑住的，不会向下掉，要去做这个练习，向上抬，向前，向后，整个圈去练，这样才能拉开你的肩膀的柔韧，你才有可能做到我的肘起来了，但是我的肩膀却能压下去这样越抬肩膀越高，越放手越低。找不到那个平衡点所以这个只能是通过去练习柔韧去解决。你想一下，你腰痛是一般都是这个点来痛这个点痛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看一下痛的这个点传递到前面，就说明你给的力量在这里。你痛的这个点说明是你的受力点，你的受力点在这个脊椎，说明你给男士的点就是在这里是相对的。
哪里痛就说明你是哪里向前给。腰的位置是最容易受伤的，因为它的骨头只有中间一根脊椎，其他都是肌肉包裹。那我们换一个方法，我们把这个痛的点往上移，把它改掉，改到胸椎。所以我不再用这个痛的点发力向前，我用我胸椎的点发力向前。但现在你看，现在大家再看，我的腰不是，我的腰痛的这一段它是拉长的，它不再是向前缩短的这一段，所以它不会这样挤压受力了。我把受力点改掉了，改成胸椎的位置向前，腰椎的位置向后，看到没有？啊，不再是这个点向前，换一个点，换成胸椎点。当你的腰立起来了之后，它就不容易折叠，不容易这样向下挤压的时候，完全都在一个腰椎的这个点上面受力了。所以大家把这个坏毛病改掉，马上就会改掉你腰痛的毛病啊！所有的女士朋友们，直播间女士朋友们，记住了啊，不是这个点，你这个点痛就说明你的力量一定发错了，用上面这个点向前发力。腰往后，胸向前，这样就不会痛了，好不好？